他就说有一笔写的不满意，或者有一点点墨迹，都是不太允许的。有的时候一下笔我就知道不对了，马上撕掉，就可以做这样的决定。所以不像西画可以用涂料等它干了再涂再修改。那文字艺术是一气呵成。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，从上海到台湾，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父亲就让我跟我弟弟开始写字，每天100个大字，200个小字。当然，那个时候我开始写颜体，就一直是很上手，我就一直写到初中、高中。我们在师大的时候，是油画跟水墨画是全部都要修的。而我们，尤其我们学艺术的，来这里是得到很多的一个养分，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。因为实在太丰富了，麦特的收藏太丰富。我印象当中，大概上一次来是50年前。第一次来美国，看到很多西方的油画，他们的面积很大，这就让我勾起我就说挑战性过瘾，我将来可能可以做更大的。可是我想想，我们的文字艺术，我从小学习的，我在想，或许我沿着轻轨底，我来试试怎么把文字艺术作为当代。有好多种写法，好多种构图。我们中文讲一个张画要挂得很落位，什么叫落位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要做多大，这个是跟空间有密切的关系，就是这样。意思就是说，同样的文字，我在不同的墙上可以不同的表现。这就是我们文字艺术的魅力，永远创作不完。写大字的挑战，我回忆起来就是体力上的挑战，大概一张就是1天要把它做完。所以我们要中国书法最讲究的是行气，没办法摆到第2天，那是这个气是断的。要一气呵成，对这个年龄是比较有点困难，但是我还是很有勇气想接受挑战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想象脑海里想象的一个构图结构是很多。那么选择都是3尺6尺的8条2把16张宣纸拼起来的，因为这个墙很大，我才可能在雇车找仓库把它挂起来。就是盖在那边了。第一次去都不满意，通通失败，回来就搓石头，我一看就知道哪一张不对呀。好，麻烦你们这个拿下来，哎，先拿下来。可是这样，我要连续
做个四五张、六七张，我这次大概用了500-600张纸头，所以这个工程是蛮大的。我现在看看，我怕那边太窄，不会会不会流？不会不会，比上面窄吗？但我觉得其实比例还是对的啊。你这张作品的字者的大小，其实跟这个墙面是啊，这是每天在看，每天都有不同的想法，就是了。我写的就开始写很大的。那个时候人家问我，你怎么写这么大？我说你们太不重视了，我要特地写大一点，把你的眼光拉过来才行。我只是想要突破一下，想要挑战一下，因为拿一支笔、研墨写字是一个修心养性的事情。我选的句子首先是要针对我自己，所以我在这次为大都会选的题目，我想是对话吧。那么对话当然也是对我自己对话，同时也希望跟读者就是对话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也就是说，大都会它这么一个博物馆，它的立场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我印象让我最深的是，我进来我看到埃及的，看到很多各个国家的历史文物或者艺术作品，让我真正实际上来面对这句话而对我的影响，这才是真正是我们该自己学习跟维护下去的。当然，以我传统的书法的构的，从上到下，从右到左，也是可以看到句子里头重点的，我会很强的表示，就比较粗的线条，虚字就比较细的线条。至于第二句，行于其脚当行，止于其步的步止，这是宋朝苏轼的一句话。这个是不管是我对画的另外一个立场，就是说，现在以我个人来讲，做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诚信是最重要的。那么当然，我希望世界是和平的，没有战争。大家以诚信为当前自己所该面对的问题的话，我想这个世界是永远会太平和平。而我们文字是多层的意思，我相信文字艺术有复兴的一天。